殿下，已查到苏沐雨他们的藏身之地。来了好多人，除了金无畏，还有别的高手正往这边赶来。来！我要拔剑斩断所有的武功。我要地狱神之巅。马赫如今与天启留下血仇，当与天启城报德后再离开。在天启，无论何时，天下大乱，我萧若风永远镇得住。哥哥，我们要死在这里了吗？不会的，我一定会带着你从这里离开的。那阿娘他们呢？我们还能把他们救回来吗？可以的，我们都会活下去的。哥哥，超离，没事吧？哥哥，你走吧。不要管我了，我流了好多血，我活不下去了。不，走吧，走啊！走啊，哥哥，走！你走啊，哥哥，走！逃离！哥哥。这一次不跑了。无知小儿，前来赴死！阎王深浅，何来胆量让我赴死？渔网深浅，就算阎王也得退避三舍。既然我那个女跟你都下定了决心，那么就由我来帮你。这是不可！有什么不可的？你若是用此功，会遭到巨大的反噬。你放心，我还不会死，我会留着我这条命来照顾我那个女。苏沐雨，你没得办法的，你必须要接受我的整齐，不然你折属我，反而会逆劫而亡。苏沐雨，等度过这次劫难，就离开江湖嘛。离开江湖，比如回南安城，你就做一个一辈子的小药童，帮我那个女卖药、捣药、捡药，待到日落时分，你再去做一碗难吃得很的面，
然后我那个女啊，一边骂到你，一边把那个面吃了。你呢就不好意思，于是第二天一早就去买了桂花糕。真子的一辈子是不是也蛮好？我总不能一辈子做面都很难吃饱。哼，你也觉得蛮好吧？我可以住在那安城，安然度过一生。可安和的子弟们呢？若放任他们散入江湖，总是会在某一日死于无人之处吧。是个有责任心的男人。我相信哲叔当年也是很有责任心的。毕竟你是前任的魁，而且你出身自本家，本应该继任大家长之位的。曾经是吧？那个时候，我一腔雄心壮志，只想有一天能够名扬天下，好好争一争这天下第一。后来呢？后来，我遇到了爱情，便只想到仗剑天涯，远走高飞。什么安和，什么天下，都不如在这星空之下仰望群星。你呀，真是不如我。看来我苏哲才是这天底下最好的男人。放心，挣的都赚。哎，公子，里边请。哎，小二，牵马来了。哎呦，客官，咱们里边请。我们天下坊啊，虽然名声上不及天启城的千金台、三顾城的美人庄和青州百城的逍遥城，四大赌坊中排最末。尽管相较于其他3家赌坊都服务于王公贵族及商贾，我们天下坊最大的区别就是来这里的呀多是江湖中人。因为呢，我们天下坊的背后啊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武城——天下无双城。无双城。哎，公子，你想要到无双城？是，但入这无双城需要有无双令。是的，从这里过去10里地只有一条路，路上有10几个关卡，都要看过您的无双令才能通行。但是这无双令可不好得呀。听朋友说，这里有办法可以得到。那是自然。还请掌柜的开个价。哎，这里是天下坊，这里的东西啊不能买，只能赌。用您身上贵重的东西来赌，胜了无双令您带走，输了您的东西留下来。赌。公子这边请。这里才是公子的赌局呀。赌术这块我并不擅长，但既然来了天下坊，便按照这里的规矩来。我这有1000两银票，不知是否足够？我方才说过了，要用公子身上珍贵的东西来赌，可这银票显然不是啊。我们要的是那个。抱歉，这柄剑对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。我这有枚龙泪珠，不知是否算得上珍贵。龙泪珠，据说这枚珠子极具灵力，若是日夜带着此珠修炼内功，半年之后，身体就会发生奇妙的变化呀。掌柜好眼力。
确实是个好东西，值得一赌。你们想怎么赌？天下方的规矩，贵客决定如何赌。天下方有气赌，有物赌，你选择哪一样啊？气赌，便是指楼下那些吗？是的，牌九马吊、大小押宝，那物斗都是我们天下方最大的特色。斗鸡、斗狗、斗蟋蟀，赛马、赛鸽、赛狗，任君挑选。可有斗蜘蛛？八眼狼蛛。哦，客人倒是好见识。那么客人想押注哪一只呢？必须要二者选其一吗？难不成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我也有一只蜘蛛，我以它同时对这两只，若它能胜，便算我赢，如何？这八眼狼蛛绝非寻常之蛛，公子这盒子还不及八眼狼蛛的一半大小，如何以一敌二啊？公子是不是太过自信了呀？那便试试吧。那便落定了。这是去吧。这是百鬼蛛。这就是传说中一敌百的百鬼蛛。那么这无双令是否应是我的了？公子手握绝世好剑，深藏龙类珠。随手就能拿出稀世珍物百鬼蛛，应当出身不凡。以公子身份，又何须来我天下方要无双令？今日到此，是何目的？我赢了，给我无双令，我按照天下方的规矩来，也请天下方按照你们的规矩来。我带你去。多谢了。这边请。尊者，许久没有人进过这间屋子了。我赢了天下方，便能得无双令。是，无双令已经是客人的了。只不过像你这样优秀的客人，我们天下方很有兴趣结识一下。强后这些人也想结识我吗？
看错，客人还真是非比寻常。我说了，这无双令已经是客人的了。告辞。请便。哎，英雄且慢，且慢呐，且慢呐！哎呀，何事啊？若是这路上有人盘查，您就说定了无双城中月霞铁匠铺的追魂弩，此行是来取货的。明白了。吁！有毒。什么意思啊？想造反是不是？我可是你们大家长。小心，他没有中毒。雨墨和昌黎他们呢？那些支持你的人都被下了毒，如今已经被圈禁起来了。是苏兰丹动的手啊！哼，还真是小瞧他。哎，放开了吃啊！啊，天气这么热，就该吃西瓜。哎，过来一起吃西瓜。不是我们。哎，不会有人来了，赶紧过来，一起吃，快！今天敞开了吃啊，要多少有多少，听见没？两位兄弟，两位兄弟，这话真假啊？是啊，那是。这西瓜是我特意从南安城那么远的地方运过来的，所以说你们多吃点儿。张荣，真不错。哎，谁呀？敢闯我们无双城的关卡？抱歉，方才见诸位兄弟没空理我，便自作主张。我有无双令，此行是因为定了无双城中月霞铁匠铺的追魂弩，特地前来取货的。不对，不对，有何不对？先出无双令，再进无双城。如今你已经过了3个马身才拿出无双令，顺序不对呀。多有冒犯，我现在要过去，可以吗？这人死了，还能站起来吗？树做成粥，还能种回去吗？这米煮成粥，还能炒饭吗？不能，不对，不对啊！那敢问这位兄弟，如何才对？这3个马身，1个马身1000两，3个马身3000两。这位兄弟说笑了，我那追魂弩根本不值这3000两，我就算是需要它，也不至于做这么赔本的买卖。相信无双城名扬天下，也不缺这3000两吧？无双城不缺，我缺。更何况你一个戴着面纱、不以真容见人的过客，我怎知道你这面纱之下是何心肠？抱歉啊，我自幼身染奇疾，面部不能暴露在阳光之下，不然会长红疮。
故常戴面纱出行，还请见谅。那行吧，看你可怜，300两。哎，少一个子儿可都不行啊！拿来吧你，走吧走吧。这回发了，可不嘛，这么多，掉一半吧，一会儿，快回来。哎，只有咱俩。等等。又有何指教？你刚才那声叹气是何意思？只是觉得惋惜。昔日天下第一大派无双城，设了这么多关卡，竟是为了勒索他人。我素来仰慕无双城之威名，今日一见，很是失望。昔日，小子，我们无双城从来都是天下第一的大派，你在这里胡言乱语，不怕死吗？如今江湖之上，天下第一自然是雪月城。我相信这并不是我自己认为的。若诸位觉得无双城更强，那么请问，当年胜过叶鼎之半掌，拯救天下的人是谁？如今位列5大剑仙，以城为名的剑客是谁？天下第一的枪仙又是谁？这些人皆不在无双城，为何无双天下第一？你小子！司徒，把银票还给他。大师兄，还给他！可这，给，拿走拿走。你说的对，我们这么做确实令人不齿，但是你刚才侮辱我们无双城的话，我可没办法轻易原谅。可否敢与我战上一场？从天下方到此处，我对无双城很是失望，失望到现在便想离开了。看来不教训一下你，你是真不识好歹。天险枪，大师兄不可啊！若真闹出人命来，我们也……天险枪，大师兄不可啊！若真闹出人命来，我们也……竟然只用2指就夹住了我的枪尖！我曾见过枪仙，见过枪仙的枪，你这枪，给他提鞋都不配。这便是我的金龙鞭。明日你我若在战场上遇上叶鼎之，我会用出金龙鞭，你想办法使用18剑阵刺杀他。便只记到此处了。这是枪仙的金龙鞭。金龙鞭共33式，我并不擅长枪法。这13式，也只得其形，未得其意。方才若是枪仙出枪，第一枪时，你便已经死了。您究竟是何人？
能结识枪仙、会镇金龙变之人，绝非普通的江湖人。我并非世家弟子，当年曾有幸与枪仙并肩阻拦过魔教主人。我现在可以离开了吗？原来先生是抵御过魔教东征之人，是玉宅无礼了。先生请过。若我此次败了，会当如何呢？我只知道，若我去的是雪月城，此刻应当看着苍山雪，迎着风花雪月，天下无双，当有天下无双的气度。驾！大师兄。这个人太可怕了。当哥，丹哥，埋伏在外门的那些弟子未能毒杀了苏长河，他似乎早有准备，一路闯了进来。就算做了这么多的准备，你依然比我更强吗？苏长河，丹哥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难道就只能认输了吗？认输？我绝不会向无名者认输。苏长河一意孤行，现在的他只有一个人，集结我们所有的兄弟，围剿苏长河。是。来不及了。这压根儿半点活路都不打算给我留，真是令人寒心啊！珍珠。那陆玉斋只是一时被我震慑住，一旦内心的冲击过去，就会察觉到我的身份不对，再想顺利赶到无双城城下，便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驾！大师兄这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大败，内心受到了极大打击了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别烦我！当年能参与抵御魔教东征之人，能与枪仙并肩作战，仅仅看了几次，就能整整用出13式。听我命令，擂鼓给下面的关卡传令，拦住那个人，不惜一切代价。是。你走弟子道，到论武堂让剑长老派出问道4剑出城迎敌。是。那个声音是战鼓声，全部给我退后！你退后，都给我退后！大师兄，只有无双城嫡系弟子可以行走，要比大陆快上1倍的弟子道，还有问道4剑，这阵仗未免有些大吧？大，只恨我的权力只能到这里，不然我会让剑长老亲自出城。
剑锋低3寸，起剑慢2分。多谢剑老师。下次他便不会那么出剑了。我对你的这句指点并没有作用。你要想的是，为何方才应该那么出剑？剑道分术和法，你过分追求于术，便会一直陷入苦战。弟子记下了。剑老师，为何要提醒他？修如，你呀，能赢不赢，就是想等到一个万全时机。可世间之事哪有万全？人在江湖，便是用生命去赌。既然是赌，就会有风险。你一点风险都不愿意冒，那么便会不断的失去机会，再失去机会，最后被人找到破绽，一击即溃。弟子也记下了。禀长老，卢玉宅那边派人过来，说是有事情要论武堂去处理。卢玉宅是什么废物啊？仗着自己是城主的首徒，竟敢对我们论武堂发号施令，让他滚！卢玉宅武功平平，但为人处事这一块，向来最是周到，是不会平白无故来找我们论武堂的。说吧，什么事？直接过来说吧，这里没有外人。剑长老，大师兄发现有人意图潜入无双城，图谋不轨，以敲响惊醒鼓，停止各路关卡放人，但害怕那人直接闯城，所以希望论武堂可以派出问道四剑给予拦截。放肆！我们论武堂什么时候负责看门了？再说了，他都发现了，他为何不拦？大师兄阻拦无果，败了。我就知道，这要是有好事，他还能轮到我们？他早就抢功了。吴修，不得无礼。弟子失言了。那人什么身份？不知，戴着一副面纱，携着一把长剑，但和大师兄对阵之时，却使的是一套枪法。枪法？什么枪法？大师兄说是金龙变。金龙变？什么？他确定？那人自己亲口承认的，说是见过枪仙司空长风用过之后学会的。我不会记错，确实是金龙变。莫不是雪月城派来的？问道四剑，皆已动身。太好了！据说问道四剑可是得了剑长老的真传，有了他们的帮助，定能胜过戴面纱的那个家伙。胜个屁！就那4个废物！呸！那4个废物能有多强？方才那个人有多强？他是个剑客，可刚才随手挥了挥枪，就将我的内杆枪震得4分5裂的。那是什么样的境界？那是1等1的高手。问道四剑，给他提鞋都不配。那大师兄为什么派他们去了？若只是我败了，论武堂定又会大做文章，羞辱我师父。若问道四剑出手也败得很惨的话，那被羞辱的就是他们，而他们这一败，剑长老就会亲自出战。哦，大师兄的最终目的是想让剑长老拦下那个人。剑长老能赢吗？我派了那么多人去杀你，你怎么？我不离开，怎么由你动手？我们可是能扳倒3家之人，难道
你觉得你比苏静辉、谢霸等人还要更强吗？你们不是都中毒了吗？真是愚蠢，以为自己可以毒倒毒花。你的毒对我无用，而我的毒可以解所有人的毒。看来我们穆家被小瞧了呀。我来动手吧，大哥。莫急。苏兰丹，为何要叛？我跟着你，本以为能当上苏家家主，可你把位置给了苏沐雨。白痴！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，自认为能站在苏沐雨头上？你们本就不是苏家的人。我本不想杀你，但你刚刚说的那句话让我很想杀你。你曾是我们彼岸最重要的一员，在彼岸这里就没有所谓的本家与无名者之分。你莫不会以为这些人加入彼岸，真的是因为那些可笑的理想？大家不过觉得那些老家伙们掌握了太久暗河的规则，想要找一个机会推翻他们罢了。刚好彼岸给了他们这个机会。兄弟，你走远了，你到不了彼岸了。我最后再问你一句，站在你身后的那个人是谁？你怎么知道？果然是找了靠山。罢了，我也懒得去猜是谁。那我就用你的死来作为对他的回答。在这里开始就杀过去，还是这里距离无双城还有几处关卡？第一次来，最后一道了，过了这儿就是无双城的城门。来了那么多次，第一次碰见这样的事儿。无双城。 地位一天比一天差，妈架子一天比一天大。兄台，你也是来做生意的？虽是生意人，做的都是江湖人的生意，一不小心掉脑袋的。我是个武器商，城里有座月霞铁匠铺，订了批追魂弩，这次来取货。巧了，我也是。 有缘，有缘。来了来了，有人来了！终于来了！撤！论武堂，问道四剑。这问道四剑，在无双城中很有名吗？哎，无双城论武堂年轻一辈中最厉害的4名剑客。据说呀。 论武堂的剑长老专门挑了4名年轻弟子，分别代表剑道当中的轻、重、急、缓，想通过观察他们这4名年轻人的成长，创一门可问剑道之巅的剑法。所以这4个人被称作问道四剑。原来如此，剑长老的大名我倒是听过，这问道四剑听起来也有几分意思。 玉，哎，屠魔鬼这人长什么样来着？腰佩长剑，脸上还戴着面纱。在那里。啊，哪儿？什么意思？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中间那小子，你留下，其余闲杂人等速速闪开。兄弟，
有事了？无妨。有劳兄台帮我带下马。不是我。行。你来无双城是做什么的？订了一把弩，到这里来取货的。可有人说你是来这做坏事的？谁说的？无双城城主大弟子卢玉宅，他拦我的路，想试试我手中的剑，我没同意。这便是无双城所说的图谋不轨。你不同意？那他怎么说？你把他的枪给弄断了？想要断他的枪，还不必出我的剑。那我们呢？一起上。有几分意思。甲胄叶无咎。轻。重。急。必是此时。还。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，他是唯一一个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。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都快死了！17号。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多少暗涌的情绪，不舍的挣扎，漫漫长夜中寻你挣扎痛的憋气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自逃出来寻你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哪里？如同宿命随波往，延续着谁能趟破黑暗的河？我也在。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醒着，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阿善每次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，也没什么问题。鬼哭园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唤我们回去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那里会有彼岸中纪念相偎一点光，静静颜色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
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。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。63号。谁惹了木秋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木子哲，你明知这2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2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3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活则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机。那便来吧。八戒师，刀剑合十，攻守皆备，举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雅入举可。我为尔。要破八劫阵，唯有牺牲1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2个同时上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那我走了。破茧之口。
只剩我们2个人了，所以，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。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。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享有最顶尖的资格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。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淡定着。你把手放开！你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谁先了？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邪魔外道，无尽无身。我们是邪魔外道，难道
魔杖，看我一剑斩了你们！不好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，做噩梦是正常的事。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，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。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2次、第3次。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长河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。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。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驾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河派你来的？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
你早就死了。这，宇哥。 老师，你口中的“老师”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芷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。 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。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 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 那他有没有说过？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。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沐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。 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，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的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魁。 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，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。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。 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 3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。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昌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
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，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。死之前，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两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三家之主。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沐雨，道阻且长，行则将之。驾！先中毒，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，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。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，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地质摄效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哎呀，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，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灵月。护送大家长离开，快！是。难得有片刻喘息，又要赶路逃命了。等你治好我，
便无人敢来了。